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人一老，骨头就脆了，科学家不想被骨质疏松缠上，我们要多吃这种水果。骨质疏松症是一种骨骼变脆或者是变弱的疾病，任何年龄的人都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但据研究人员称，骨质疏松症在50岁以上的女性中最为常见。这种疾病影响着全世界2亿多名的女性，造成了近900万人的每年都会骨折。骨质疏松的成因不仅仅是遗传、衰老、激素水平等，也与饮食有关。人们都知道，钙和维生素 D 对促进骨骼健康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水果中所含的钾、多种的维生素、类胡萝卜素、多酚类化合物等，也有可能会维持骨骼健康具有意义。水果吃得多，骨矿密度高。而在1999年，就有流行病学调查报道，水果蔬菜摄入充足的老人和不爱吃果蔬的人相比，骨矿物质密度会比较高。香港学者在2001年到2003年间，对65岁以上老年男女各2000名进行了调查，发现无论男女，每天吃100克水果的人，全身和股骨颈的骨矿物质密度和骨矿物质含量都比不吃水果的人明显增加。大陆的一项研究对象合计超过12000人，针对停经后的女性，调查她们的蔬菜水果的摄取量与骨质疏松症之间的关系，分别用了2种研究方法，最后都发现，摄取最多水果的组别比摄取最少水果的组别都降低了罹患骨质疏松症的风险约 32%。 不过水果对预防骨质疏松的好处并不仅仅是在老年时期起作用，而是因为女性一生的骨骼健康取决于青春期、孕期和绝经期3个时期。如果青春期时饮食合理，骨密度的峰值水平高，好比骨矿物质银行的存款丰厚，那么老年后发生骨质疏松的危险就小了。多名研究者对青春期少男少女、产后的新妈妈和绝经女性进行了测试，发现吃水果较多的人，无论什么年龄段，骨矿物质密度都比不吃水果的人高。特别是青春期吃水果的习惯，可能会对后半生的骨骼健康都有好的影响。2. 吃水果为什么有利骨骼健康？为什么水果含钙量并不高，却对于骨骼这么有好处呢？其中的原因也有学者做了分析，其中最大的原因可能是水果提供了充足的钾，却不会增加磷、硫、氯等呈酸性元素的供应，从而减少了体内的净内源性酸。水果中的钾和低钠盐中的钾不一样，低钠盐里面的钾是氯化钾，换句话说，钾是氯搭配着吃进去的。过多的氯对骨质健康并没有什么好处。有研究发现，长期额外的服用氯化钾来补钾，会使骨密度下降，而如果服用的是柠檬酸钾，骨密度却会上升。这是因为柠檬酸钾中的柠檬酸离子会在体内氧化掉，变成二氧化碳和水排出体外，不会增加人体的酸负荷，而氯化钾中的氯离子是强酸性的，会增加人体的酸负荷。另外，水果中富含抗氧化物质，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降低骨质的炎症反应，可能会帮助预防一些炎性的骨病。3. 最新的研究显示，吃这些水果竟然能大幅的降低骨质疏松的风险。1. 梨子。近日，一项由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进行的新研究表明，梨子可以帮助预防或者是延缓绝经后妇女的骨质流失，这是因为它们能够减少炎症和氧化应激，而这2者都会导致骨质流失。研究人员分析了10项的临床前研究和2项的临床试验的数据，结果表明，每天吃100克梨子，大约是10个梨子，坚持1年就可以改善前臂和下脊柱骨骼的骨矿物质密度，并减少骨转换的迹象。研究人员表示，在整个成年的生活中，骨骼会不断地构建新骨细胞，同时去除旧骨细胞，但在40岁之后，
旧细胞的分解开始超过新细胞的形成，这可能是由于多种因素引起的，包括炎症和氧化应激，即体内自由基和抗氧化剂失衡。然而，离子具有许多的营养益处，例如矿物质、维生素 K、酚类化合物和膳食纤维，这些物质都有助于抵消其中的一些不利影响。营养科学和生理学副教授康尼·罗杰斯说，在绝经女性中，雌激素水平较低会引发氧化应激和炎症的增加，从而增加骨骼变弱的风险。而在饮食中加入离子，有助于通过减缓或者是逆转这一过程来保护骨骼。2. 柠檬。日本朝日新闻报道称，日本广岛大学柠檬健康科学项目组一项新研究表明，长期的食用柠檬能够促进钙质的吸收，预防骨质疏松症。日本全国有60%以上的柠檬产自广岛，而且新鲜优质，因此广岛县也有柠檬县之称。有趣的是，该岛住民少有骨质疏松的问题，平均寿命也比其他地区多7岁，这深深地吸引广岛大学健福祉学部理学疗法科教授繁田中行等人。然后广岛大学研究人员招募40名中老年女性参试者，让他们连续6个月每天饮用含钙的柠檬果汁200毫升。结果显示，参试者骨组织中的溶解进入血液的钙离子平均被抑制了 14%。3个月后，骨密度平均上升了 1.32%。据证实，维持骨质的营养素钙本身是一种不容易吸收的成分，但通过柠檬所含柠檬酸螯合作用，可使钙成为肠道好吸收的形态，大约能够提高 10% 到 20% 的钙质吸收率，达到减少钙质流失、强健骨骼的效果。3. 橘子。日本果蔬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吃4个橘子的女性，比不吃橘子的女性患骨质疏松症的风险降低了 92%。橘子中富含一种天然的类胡萝卜素贝塔隐黄素，其在人体内能够转化成维生素 A， 而维生素 A 对于骨骼的生长具有良好的作用，可以起到增加骨质、抑制骨质流失的功效，能对骨质疏松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同时还能够辅助病变骨质的恢复。除了维生素 A， 维生素 C 也是橘子富含的成分之一，其作为体内胶原蛋白的合成过程参与以成分之一，可使胶原蛋白所形成的网状组织对钙质进行沉着，从而使钙质愈加的密实，可见其对骨质疏松起到功不可没的作用。一天吃2到3颗的橘子，可以有效地提高女性在停经后的骨密度，降低骨质疏松症的风险。每天吃3个橘子就能够满足需要量，食用过多反而容易造成上火。我们除了吃橘子、柠檬、梨子以外，同时也要适当的到户外晒晒太阳，或者是进行体育锻炼，都能够对机体细胞起到活跃的作用，还能促进机体对钙质的吸收，益处颇多。平日里我们要多关注骨骼的健康，让骨质打好基础，减少骨质流失的风险。如果出现骨质疏松的情况时，就要及时的检查骨密度，做好早发现早治疗。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制作视频不易，朋友们，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